一位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在鏡頭前對着台灣的觀眾說出了這樣一個判斷：如果那一天真的來了，解放軍打出去的第一顆飛彈不會落在台灣。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大概是，我是不是聽錯了？我們從小到大看過的所有推演，所有兵棋，所有新聞畫面裡的模擬動畫，飛彈的箭頭永遠是從福建沿海劃過來，指向新竹樂山的雷達站，指向嘉義的空軍基地，指向左營的軍港。怎麼會有人說第一顆飛彈不打台灣？明居正給出的答案只有4個字：他必須打日本。請注意，不是可能打，不是也許會打，是必須打。這個必須才是整句話真正的重量所在，因為他談的不是誰想不想打日本，而是說一旦北京真的下定決心動手，這場戰爭本身的物理結構會逼着解放軍在第一時間把火力砸向沖繩，砸向橫須賀，砸向那些插着美國國旗卻蓋在日本國土上的跑道與碼頭。而更讓人心裡發涼的是他說出這句話的時間點，因為就在同一段日子裡，白宮的日曆上多了一個被反覆確認的日期，9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以國事訪問的規格踏進白宮，與美國總統川普面對面坐下來。從我們現在說話的這一刻算起，那扇門被推開，只剩下不到2個月。一邊是最壞情境下的第一顆飛彈，一邊是最好情境下的最高規格國宴。這兩件事看起來南轅北轍，可它們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今天我們就把這枚硬幣翻過來，一面一面看清楚。先說明居正這個判斷是從哪裡長出來的，它不是憑空冒出來的驚人之語。事實上，早在2024年，他在節目上就講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說中共若攻台，第一顆炸彈會落在駐日美軍基地。過去2年多，他在不同的場合把這個判斷反复磨了很多次。真正讓這句話在今年重新被推到台前的是2026年3月華盛頓丟出來的一份報告。那份報告叫做2026年美國情報社群年度威脅評估，由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3月中旬發布，篇幅30多頁。裡面有一句話幾乎瞬間洗版了整個亞洲的新聞版面。美國情報界評估，中國領導人現階段並沒有在2027年入侵台灣的計劃，也沒有設定統一的具體時間表。你可以想象那句話落地的效果。過去這幾年，2027這個數字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焦慮的代號。它被寫進美軍將領的證詞，被寫進智庫的報告，被寫進無數個影片的標題。突然之間，美國自己的情報系統說這件事沒有排進行程表，於是網絡上一片歡騰，也有一片錯愕。有人說警報解除了，有人說被騙了這麼多年。可是如果你把那份報告從頭讀到尾，你會發現他其實一句安慰的話都沒說。報告在同一段裡明明白白寫着，解放軍仍在持續制定軍事計劃，持續發展軍事能力，以便在接到指示的時候能夠以武力達成統一。報告還說，北京在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動武的時候，幾乎必然會權衡3件事：解放軍自己的戰備狀況、台灣內部的行動與政治情勢，以及美國究竟會不會軍事介入。報告也提醒，中國方面曾經公開強調，實現統一對於在2049年完成所謂民族復興的目標至關重要。看到沒有？沒有時間表不代表沒有計劃，沒有計劃不代表沒有能力。而在這3個變數裡，第3個，也就是美國會不會介入，才是真正決定一切的那個開關。不過在往下走之前，我們得先處理一個很多人忽略的問題：為什麼北京這幾年會被外界判斷成暫時沒有時間表？答案可能藏在一份沒有公開的名單裡。過去這2年，解放軍高層經歷了一場外界幾乎無法想象規模的清洗。第一波打的是所謂的福建幫，前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在2025年春天消失，而長期掌管全軍降級軍官人事檔案的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華，更早在2024年11月就被停職。2025年10月，中國国防部公布，何衛東與苗華等9人因為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與軍籍。第2波在2026年1月落下，這次的目標是軍中資歷最深的太子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以及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
解放軍報在評論裡用了非常重的字眼，說他們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而在同一年的3月兩會前夕，又有3名軍工國企的高層被拔除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其中包括中國航空工業集团的原董事長。到了5月，軍事法院对2任前国防部长魏鳳和與李尚福的受賄及行賄案作出宣判，2人都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清洗的結果是什麼？中央軍委委員從7人被削到只剩2人，而且都缺乏正直指揮的經驗。有戰場經驗的張幼霞與劉振立走了，有对台軍事部署經驗的何衛東也走了。你想想這意味着什麼？一支軍隊如果把最懂打仗的人一個一個拔掉，換上以政治忠誠為第一標準的人，那麼在短期之內，他的作戰能力當然會下滑，準備的時間当然会拉長。可是這件事還有另外一面，而那一面才是真正讓人不安的。有台灣的研究者就直白地指出，在軍隊能力受損的同時，習近平的集權程度仍然在持續上升，目前沒有任何人能夠約束他。而政治學的研究普遍指出一個規律，當一個獨裁者面對的約束越多，他越不可能使用武力，因為會有更多人幫他做出正確的評估。反過來說，當一個獨裁者權力越集中，越沒有制衡，他就越有可能使用武力，因為他說了算，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改變他的想法。所以那位研究者的結論是，不管是2027年還是哪一年，評估的時機點一點都不是重點。好，現在我們回到明居正的推論，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你是坐在中南海裡的那個人，你已經知道2件事。第一，對台灣發動一場2棲登陸是人類戰爭史上難度最高的軍事行動之一，失敗的風險極高。這一點連美國情報報告都直白寫了出來，說中國官員自己心裡非常清楚。第二，你唯一的活路是速戰速決，是在外力介入之前把事情辦完。那麼下一個問題就來了，外力是從哪裡来的？這時候我們就得把地圖攤開，而且不是台灣的地圖，是整個西太平洋的地圖。美國在日本駐紮的軍隊司令部設在東京西邊的橫田基地，在2024年，這支部隊已經從過去偏行政性質的指揮架構升格為隸屬印太司令部的次級聯合司令部。也就是說，它從一個管家轉型成了一個作戰指揮部。而在這張網裡有2個名字是繞不開的。第一個是嘉手納，它位於沖繩本島，是美國空軍在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空軍基地，距離台灣大約600公里。從那條跑道起飛的戰機抵達台海上空只需要30幾分鐘。基地裡的機隊包括戰鬥機中隊、偵察機、預警機以及空中加油機，特別是最後那一項空中加油機。現代空戰打到最後，拼的往往不是誰的飛機快，而是誰的油撐得久，而加油機正是把戰鬥半徑撐開的那根槓桿。第二個是橫須賀，它在本州東京灣的入口處，是美國海軍在全球最大的海外基地，也是第7艦隊司令部的所在地。更關鍵的是，它是美國海軍在整個西太平洋唯一具備航空母艦維修能力的港口，港內可以同時停泊300多艘各型艦艇，油料與彈藥的儲存設施一應俱全。從橫須賀出港的航艦抵達東亞海域，比從美國西岸出發整整省下2個星期。2個星期，請把這個數字記在心裡，因為在所有關於台海的推演裡，2個星期往往就是一場戰爭的全部長度。再把鏡頭拉遠一點，沖繩的面積不到日本國土的1%，卻承載了全日本大約74%的駐日美軍專用設施。整個日本列島，從北海道到九州，從神奈川到長崎，密密麻麻地散布着美軍的機場、港口、通信站與後勤基地。現在請你重新回到中南海那張桌子前面，你要在外力介入之前打完這場仗，而外力最可能的出發點是距離台灣600公里的一條跑道，以及一座能修航母的港口。你手上握着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常規飛彈庫，火箭軍的東風系列可以覆蓋這些坐標，你會怎麼做？明居正的答案就是他那句必須。而這套思維究竟是什麼時候在北京生根的？答案要往回追30年。1996年的春天，台灣正在進行史上第1次總統直選，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彈着點就落在基隆與高雄的外海。
那是台灣人第一次在新聞畫面上看到飛彈朝自己飛過來。然後美國動了，2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開進了台灣附近的海域。那一刻，整個推演瞬間結束。北京發現自己拿全部的家當去賭，都換不回一句對等的對話。很多研究中國軍事的學者都認為，那一年的挫敗感正是後來整套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思想的起點。從那之後的30年，中國把無數的資源砸進了同一個目標，讓美國的航母不敢靠近，讓美國的跑道不能起飛，讓美國的補給線不能運轉。東風系列的反艦彈道飛彈被媒體稱為航母殺手，也就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整套邏輯講白了只有一句話：我打不贏你的全部，但我要讓你來不了現場。而在這套逻輯裡，日本的位置不是配角，是舞台的地板。其實這件事也不是1996年才開始的，時間再往回推40年，1958年的823炮戰，我們就已經看過同樣的劇本演過一次。當年炮戰爆發之後，美國白宮在8月24日召開會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會上陳述軍方意見，認為必要時美軍要介入協防金門與馬祖。同一天，美國國防部把第7艦隊布防於台灣海峽。而在那之後，美軍從琉球的嘉手納基地調派配備戰鬥機的中隊進駐嘉義，從那霸基地調派戰鬥機進駐清泉港，還從美國本土調來了配備防空飛彈的部隊。看到那2個地名了嗎？嘉手納、那霸。60多年前，當台海第一次真正燒起來的時候，美軍伸出來的那只手就是從沖繩伸過來的。這不是巧合，這是地理。地理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會改變的東西。所以只要那些跑道還在原地，只要那些港口還在原地，日本就永遠站在這條線上，不管東京自己願不願意。在軍事術語裡，這一整套動作有一個更完整的名字。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學者接種在分析2025年年底那場圍台軍演的時候，就點出過同樣的東西。他指出，共軍演訓科目裡出現的外線立體射組，講白了就是聯合抗擊作戰，目標是把其他國家的干預部隊限制在離台灣本島較遠的海空域，防止攻台行動被外軍強力干擾。而那場演習所畫出來的演習區，呈現的正是切斷台灣與日本之間交通的態勢，限制日本自衛隊與駐日美軍靠近台灣本島。換句話說，這不是某位學者一個人的想象，這是解放軍已經在海上一遍一遍演練過的動作。至於為什麼一定要在第一波就打，而不是等美軍動了再打，答案藏在解放軍自己的作戰語言裡，首戰即決戰。整套構想的核心是在作戰初始就採取由演轉戰的策略，以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對防空陣地、雷達站與指揮所實施飽和打擊，同時進行電磁壓制，力求在外力介入前攻克目標。一場強調速度的戰爭不會允許你把最危險的變數留到第2天再處理。講到這裡，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問題，這套推論聽起來嚴絲合縫，但它成立嗎？它有一個非常沉重的前提，你打了日本，日本就一定會參戰，而美日同盟會被完整啟動。那一瞬間，一場原本可能被包裝成內戰的行動，會立刻升級為一場真正的大國戰爭。北京要付出的代價會從有限風險暴漲成無限風險。所以另一派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他們認為正因為打日本的代價太高，北京反而會拼了命地避開日本，只打台灣，甚至連飛彈都盡量少用，改用封鎖，改用簡易式攔查，改用切斷海底電纜，改用一切在灰色地帶裡游走的手段，把日本與美國逼到一個無牌可出的尷尬位置上。這2種說法，一種說必須打日本，一種說絕不能碰日本，聽起來勢不兩立。可是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共享同一個結論：日本已經不再是這場棋局的旁觀者，它是棋盤本身。而且日本就算想躲，地理也不允許它躲。把地圖再放大一點你就明白了，從九州往西南方向延伸出去的那一串島鏈，奄美、沖繩、宮古、石垣，一路到與那國，而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只有110公里。110公里是什麼概念？大約就是台北到新竹再多一點的距離。天氣好的時候，站在與那國島的高處，肉眼就能看見台灣。這座島上住着大約1700位居民，
山丘上有自衛隊的雷達站，島南邊一處牧場已經成為不定期舉行軍演的基地。而在2022年那場大規模圍台軍演中，曾經有彈道飛彈落在距離與那國島約80公里的海域。80公里，那不是一個抽象的地緣政治概念，那是一個聽得見的距離。所以日本政府做了一件在承平時期看起來很不真實的事。2025年3月，日本首度公布了因應台灣有事等情況的居民疏散計劃，內容是動員自衛隊、海上保安廳的船只、民間渡輪與飛機，確保每天2萬人次的運輸能力，在大約6天之內，把沖繩先島群島5個市町村的居民與觀光客總計大約12萬人撤離到福岡機場與鹿兒島機場等地，再轉往九州7個縣與山口縣總共32個市町安置。計劃甚至細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與那國町的居民疏散到佐賀縣的佐賀市，與鳥棲市、八重山郡、竹富町波照間島的居民則疏散到長崎縣大村市。到了2026年，日本政府又與九州各縣合作，準備在年度之內制定接納疏散民眾的基本方案。同時，地下避難所也在一座一座蓋。與那國町的地下避难所設在新建的町公所綜合廳舍裡面，平時當停車場或會議室使用，設有廁所、淋浴間、廚房與洗衣房，預計可以容納200人，生活大約2個星期。石垣市的避難所可以容納500人，宮古島市的避難所同樣容納500人，平時當體育館使用。當一個國家開始為自己的離島居民規劃6天撤離12萬人的路線，並且在町公所底下挖出可以住2個星期的地下空間時，他其實已經用行動回答了那個問題。他不覺得自己躲得掉。而過去這1年多，日本自己也用一連串的動作把這件事變成了明擺着的事實。轉折點發生在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詢時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動用武力，依情況發展，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這句話在日本的憲政語彙裡分量極重。存立危機事態是2015年安保法制新增的概念，指的是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從而威脅到日本自身存續的狀況。而高市早苗是日本歷任首相當中第一位就台灣有事及日本有事這件事做出如此明確表態的人。北京的反應快得驚人，外交交涉、旅遊示警、留學預警、航班免費退改。中國驻大阪總領事在社群平台上用了斬首這樣的字眼批評日本首相。一場外交風暴在幾天之內成型，然後就是2026年1月6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即日起對日本強化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那份清單長達168頁，涵蓋上千項產品，包括稀土、半導體設備與先進材料。禁令內容不只是禁止對日本的軍事用戶出口，而是全面禁止任何可能提升日本軍事能力的相關出口。這裡有一個時間點的巧合值得玩味。宣布的那一天，韓國總統正在中國訪問，一拉一踩，姿態擺得清清楚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當時估算，如果這套管制持續整整1年，日本的損失將達到2兆6千億日元。而到了2026年5月，也就是管制上路將近半年的時候，有分析指出，中方已經至少4個月沒有向日本出口幾種重稀土。這次的範圍比2010年那次撞船事件之後的禁運廣得多，涵蓋日本對中依賴度接近100%的鋰與氫，以及依賴度超過90%的鎵。而日本的回應是什麼？不是退，是加速。2026年3月8日深夜，覆蓋着軍用篷布的重型卡車，在夜色的掩護下，駛進了熊本市陸上自衛隊建軍駐屯地。車上載的是陸基改良型12式反艦飛彈的發射裝置。這款飛彈的射程從原本的200公里一路延伸到1000公里以上，而且具備更換導引頭模組後打擊港口與機場等陸上固定目標的能力。原本的部署時程排在2027年3月，實際完成提前了整整1年。日本共同社形容這是日本戰後安保政策的重大轉折，而中國外交部的評論則是，國際社會應當高度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事情還沒完，2026年6月8日，日本防衛省首次透過民間貨輪
把陸上自衛隊12式反艦飛彈的發射車與相關系統設備運抵南鳥島。南鳥島是日本國土最東端的離島，島上沒有一般居民定居。防衛省的規劃是把這座孤島打造成射程可達1000公里的增程改良型反艦飛彈的實彈射擊測試場。而在預算上，2026年度的日本防衛預算首次突破9兆日元大關，創下歷史新高。眾議院審議這份預算案只花了大約59個小時，是2000年以來最短的一次。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說過一句話，冷得像刀子，部署遠程飛彈將使沖繩成為第一個被打擊的目標。你看，明居正的判斷跟沖繩知事的擔憂其實說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一個從北京的視角推導，一個從沖繩的視角承受。而如果你把過去1年半日本做的所有事情排成一條時間軸，你會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方向。2025年11月，首相在國會說出存立危機事態。2026年3月，射程1000公里的飛彈提前1年進駐熊本。同樣是3月，防衛預算首次突破9兆日元。到了4月，日本的外交藍皮書把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6月，國會通過修法，把航空自衛隊改組為航空宇宙自衛隊，正式把太空納入防衛的範疇。同月，飛彈系統首度運抵最東端的南鳥島。而到了7月，日本國內開始出現討論修改無核3原則的聲音，中國外交部隨即表達強烈關切。無核3原則是什麼？那是日本戰後最核心的自我約束之一，內容是不擁有、不制造、不引進核武器。當一個社會開始公開討論要不要鬆動這條線的時候，代表的已經不只是政策調整，而是整個國家的心理防線在移動。這條軌跡有一個共同點，每一步都是往前的，而且步伐越來越大，間隔越來越短。戰後80年，日本一直用一種近乎執拗的方式，把自己的軍事能力鎖在一個很小的盒子裡，而現在，那個盒子正在被一顆一顆螺絲拆開。促成這件事的不是日本自己，也不是美國，是過去這幾年海峽對岸的每一次演習，每一次繞飛，每一次落在與那國島附近的彈着點。歷史有時候真的很諷刺，你越是用力去壓一個對手，你越有可能親手把他推成一個真正的對手。不過，故事在今年夏天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轉彎。2026年7月27日，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的記者會上談到中國時，把姿態放得相當低。他說要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要構建建設性且穩定的中日關係，並且表示非常期待11月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會領導人會議。這些詞聽起來很新鮮，其實都是日本政府用了幾十年的外交語言。他們最大的功能是替雙方保留一條溝通的走廊，防止矛盾徹底失控。而高市早苗重新把這些詞搬出來，說明東京已經算清楚了一筆賬。如果中日關係就這樣一路緊繃下去，日本要付的成本並不小。所以現在的局面是這樣：安全上，日本繼續強化同盟，繼續把飛彈往南往東推；經濟與外交上，日本又不願意跟中國徹底撕破臉，這叫做雙軌。過去這套辦法還勉強轉得動，現在越來越難了。而就在日本試着踩剎車的同時，另一邊的太平洋上發生了一件更硬的事。2026年7月6日中午12時01分，解放軍海軍一艘戰略核潛艇從水下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發射了一枚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潛射戰略飛彈。中方事先向相關國家做了通報，也強調這是年度訓練的例行安排，符合國際法與國際慣例，不針對任何國家。但這是解放軍首次對外公開確認把潛射彈道飛彈打進國際公海，飛行距離超過7200公里。外界對型號的判讀出現了分歧，中國官媒引述專家的說法，認為極可能是射程超過10000公里的巨浪3型，而台灣方面根據多方情資研判，發射的是射程6000到7000公里的巨浪2型，從南海海面發射，飛越菲律賓上空。反應來得很快，澳洲外交部長批評這次試射破壞區域穩定，紐西蘭與日本相繼表達關切。有核武擴散專家評估，這意味着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試射時代，越來越多的新型核飛彈系統可能都會陸續公開測試，而北京也更願意承擔這些試射所帶來的政治代價。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打這一發？
專家的分析是，這是一種姿態，因為在此之前的幾個月，美國與盟國在西太平洋辦了一連串的演習。4月是美菲聯合演習，7個國家參演，超過17000名兵力。日本首次以正式參演國的身份亮相，並且進行了境外實彈飛彈發射。6月是美日的聯合演習，接着是在日本與關島舉行的另一場大規模演習。到了7月，30多個國家參與，將近3萬人投入的環太平洋演習正在進行。一邊是盟國體系的火力展示，一邊是核潛艇從水下打出去的那一發，這就是2026年的西太平洋。而在台海本身，動作也沒有停。2026年7月23日到24日，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福建漳州附近海域進行實彈射擊，每天從清晨6時持續到傍晚18時。同一段時間，共軍1架直升機與1架無人機首次穿越台海中線以東的限航區域，並且在該區域持續活動了9個多小時。島內的分析認為，這很可能是協同作戰訓練的新形態，也可能是戰場預設演練。9個多小時，這個數字值得停下來想一想。它意味着的不是一次擦邊，而是一次停留，是把一塊原本屬於台灣的空域，用時間慢慢磨成一塊可以隨意進出的空間。好，現在讓我們把視線轉回9月24日的那扇門，在那扇門後面，究竟有什麼東西擺在桌上？第一件是一筆被凍住的軍售，金額140億美元。川普在2026年5月訪問北京之後，公開表示他暫緩批准這筆對台軍售案，並且直言這是可以拿來跟北京談判的籌碼。他的原話大意是：我暫時把這件事擱着，而這取決於中國。紐約時報對此的評論相當直接，他說川普把對台軍售當成與中國談判的籌碼，等於送給習近平一份大禮，協助他削弱台灣政府。而根據2026年7月的報道，北京正在利用川普極力促成這場訪問的機會，反過來向華盛頓施壓，要求美方繼續推遲對台灣的軍售。因為川普希望習近平能夠按照原定計劃，在9月底聯合國大會前後訪美，也希望在期中選舉之前談成一項農業協議，向農業州的基本盤展示政績。第二件是一份還沒有出現，卻已經讓很多人夜不能寐的文件，所謂的第4公報。美中之間現在有3個聯合公報，1982年的那一份用相當模糊的措辭處理了對台軍售的問題，而西太平洋的和平長期以來正是仰賴這種外交模糊性在支撐。北京多年來一直試圖把削弱美國對台支持這件事寫進正式協議。不過，經濟學人在川習會之前的報道提出了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可能。專家分析認為，中國官員正試圖形成的其實是某種影子交易，不透過正式的書面協議，而是讓川普出於顧忌美中之間已經達成的默契，一步一步自行調整對台的做法。沒有白紙黑字，卻有實質效果，這比一紙公報更難防。第3件是各種正在被反覆確認的訊號。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2026年7月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表示，美國對台軍售與習近平訪美並無關聯。如同任何軍售，華府必須先滿足自身的裝備需求，並且重申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改變。到了8月初，他又強調不允許改變台海現狀，並且指出美中衝突將導致全球性的災難。而在川習會的籌備軌道上，美國財政部長與貿易代表跟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進行了超過1個小時的高層視訊通話，一邊為9月的會晤鋪路，一邊在稀土與農產品的承諾上施加壓力。至於川習會本身談成了什麼，我們也可以從5月那一次北京的會面看出端倪。當時習近平說，希望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誌性年份。他還當面問川普，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美國會不會出手防衛？川普的回答是，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那就是我，而他拒絕透露。川普回國之後說了一段更值得咀嚼的話，他表示不希望有人因為認為美國支持就走向獨立，也說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場仗。日本媒體則引述政府官員的說法指出，習近平在那場峰會上點名批評了日本首相與台灣總統，認為他們對區域和平構成威脅，並敦促川普不要支持他們。
而川普當場為日本首相辯護，稱他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你有沒有發現，這幾件事全部都繞着同一個核心在轉？不是台灣會不會被打，而是美國會不會來。而北京之所以這麼急着要坐上那張桌子，還有一個很多人不太願意講的原因。明居正在今年4月的分析裡就講得很白，習近平面對川普的關稅與科技制裁，已經陷入一種沒有美國市場就很難活的窘境。所以为了在峰會上取得轉機，北京開始在各個方向同時出牌，其中一張牌就打在台灣的政治場上。2026年4月，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台灣主要在野黨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美國國務院隨後表態，說美國支持台海兩岸展開對話，但強調有意義的兩岸交流應該側重於北京領導層與台灣民選當局之間不設前提條件的對話，而且兩岸分歧應以和平方式解決，不得訴諸脅迫。那句不設前提條件的對話，還有那句民選當局，說的相當有分量。而明居正對這件事的解讀更加尖銳，他認為北京拉攏在野黨主席，目的是要營造出一種兩岸和平的假象，並且用各種方式誘使美國在對台立場上讓步。先不論這個判斷成不成立，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北京的算盤裡，台灣的內部政治從來不是一個外部因素，它是可以被計算、被影響，甚至被使用的變數。而2026年對台灣來說，恰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今年台灣要舉行地方選舉，選舉結果會被外界拿來檢驗執政黨的兩岸路線，也會直接影響2028年的布局。你可以想象會有多少眼睛盯着這件事。所以當我們在討論第一顆飛彈會打誰的時候，其實也應該同時問自己另一個問題，在那顆飛彈被裝上發射架之前，有多少事情是在沒有任何烟硝的情況下就已經被決定的。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最開頭那個問題了，第一顆飛彈到底会打誰？老實說，沒有人知道，但我們至少可以把3種劇本並排放在一起，看看哪一種站得住腳。第一種就是明居正描述的那一種，首戰即決戰，第一波飽和打擊直接罩住駐日美軍基地，用最快的速度癱瘓美軍的前沿投送能力，然後在美國本土的增援趕到之前把台灣的事情辦完。這種劇本的邏輯最完整，因為它嚴格服從軍事理性，但它的代價也最恐怖，因為它等於在開戰的第1秒就同時向2個核武大國宣戰。第二種是精準的切割，只打台灣，一顆飛彈都不落在日本國土，甚至刻意避開沖繩周邊的海域，一邊動手一邊向東京喊話，反復強調這是中國的內政。這種劇本賭的是政治，賭的是日本國內的猶豫，賭的是美國在最後一刻的遲疑。它的軍事風險更高，因為你把美軍的基地完整的留在了你的側翼上，但它的政治風險更低。第3種可能才是真正最有機會發生的那一種，從頭到尾一顆飛彈都不打，用檢疫，用登臨檢查，用海警船，用漁船，用網絡攻擊，用海底電纜的意外斷裂，用一場又一場逼近極限卻始終不越線的演習，把台灣慢慢的纏住，讓國際社會找不到一個可以按下開關的瞬間。哪一種最可怕？很多研究者的答案是第3種，因為前2種至少會讓世界醒過來，而第3種可能會讓世界一直睡下去。第3種劇本還有一個特別狡猾的地方，它讓每一個單獨的動作看起來都不足以構成戰爭。今天多派幾艘海警船，明天多劃一塊禁航區，後天一條海底電纜莫名其妙斷了。每一件事單獨看都可以被解釋成意外，可是把3年份的事情疊在一起看，你會發現海峽已經悄悄換了主人。不過在這3種劇本裡，有一個很少被講出來的推論，我覺得反而是最值得台灣人聽進去的。如果第一顆飛彈真的打了日本，那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台灣不是一個人在承受這件事。聽起來很殘酷，可是從純粹的戰略層面來看，這件事的邏輯是這樣的：一旦飛彈落在日本國土，這場衝突在幾分鐘之內就會從一場地區性的軍事行動變成一場涉及美日同盟的全面戰爭。日本的自衛隊會被啟動，美軍在整個印太的兵力會被啟動，澳洲、菲律賓甚至歐洲的態度都會被迫表態，國際輿論的定性也會在那一刻改變，因為那不再是所謂的內部事務，那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攻擊。換句話說，明居正那句話裡
藏着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弦外之音。北京最不希望的恰恰就是這種情況，所以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死結。從軍事上看，不打日本就贏不了；從政治上看，打了日本就必輸。而只要這個死結解不開，那個按鈕就按不下去。這也正是為什麼日本這1年來把飛彈往南推，把預算往上加，把防線往前挪。儘管在很多人聽起來像是在拱火，但在下組的邏輯裡，它其實是在把那個死結綁得更緊。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台灣自己身上。而在這裡，我們也應該保留一份必要的清醒。前國防部副部長林忠斌就曾經指出過，近年來美軍將領持續警告共軍犯台的年份，從2021年到2024年，一個接一個地被提出，也一個接一個地失準。他點出了所謂共軍必攻台這種看法的幾個盲點。這不是說危險不存在，而是說把一個複雜的政治決策簡化成一個日曆上的紅圈，本身就是一種思考的偷懶。真正該做的不是猜年份，而是盯指標。哪些指標值得盯，其實不难。第一，看解放軍的演習有沒有從演变成不解散。真正危險的訊號不是演習規模有多大，而是演習結束之後部隊有沒有回營。第二，看中國有沒有開始大規模徵用民用滾裝船。渡海作戰最大的瓶頸從來不是飛彈，而是運力。第三，看中國國內的糧食與能源儲備有沒有出現異常的採購。第四，看在中國的外國人有沒有被系統性的勸離。第五，看北京的宣傳口徑有沒有從統一是趨勢變成統一是任務。這些東西不會出現在標題裡，可它們比任何一位名嘴的預言都準確得多。還有一個指標，方向剛好是反過來的，那就是安靜。2026年7月，台灣國防部的數據顯示，解放軍軍機在台灣防空識別區附近曾經連續7天完全沒有出現，這是近年來共軍在台灣附近空域活動停滯時間最長的一次。你會怎麼解讀這件事？有人說是好消息，緊張降溫了。可是熟悉這套遊戲的人會告訴你，在川習會的鋪路期出現的安靜往往不是善意，而是姿態管理。它跟軍演一樣，都是一種訊號，差別只在於一個是說我很生氣，一個是說你看我多配合。真正該擔心的從來不是吵鬧，而是節奏。當一個對手可以在幾天之內把壓力從滿檔調到歸零，再從歸零調回滿檔，那代表他手上的旋鈕轉得非常順，而旋鈕轉得越順，誤判的空間就越大。那麼說了這麼多，對我們自己來說，意義到底在哪裡？明居正自己給過一個框架，他引述美國前印太司令的戰略證詞指出，美國對台政策已經高度結構化，只剩下上策與中策兩條路。上策是下組，也就是確保中共根本不敢動武，如果下組失敗，中策是戰勝。他強調美國沒有下策，而這一點恰恰顯示了美方捍衛第一島鏈的決心。他也說過，台灣現在的處境是空前難受，卻也空前安全。難受是因為身處美中角力的正中央，每一根神經都被拉扯；安全是因為各方勢力彼此牽制，誰都不敢輕舉妄動。至於台灣自己該怎麼做，他的答案只有4個字：備戰才能止戰。他用宋人向金人求和的歷史作為借鏡，說了一句相當刺耳的話：你越說自己愛好和平，敵人越覺得你怕打仗，就越會用戰爭來嚇唬你。他也提醒過另一件事，唯一想消滅中華民國的是中共，而不是美國或日本。有些言論刻意放大歷史仇恨，誘導我們記住昨天的敵人，卻無視今天的敵人。而現實裡，台灣自己的功課寫得如何？2026年5月8日，立法院3讀通過了保衛國家安全及強化不對稱戰力計劃採購特別條例，預算上限定在7800億元。行政院原本提出的版本是1兆2500億元，中間相差4700億元。而被排除在外的項目包括人工智慧輔助、情報決策模組、台灣戰術網絡以及多型監偵無人機。這些恰恰都是建構整體防衛系統整合的關鍵環節。同一段時間，中國公布的2026年國防預算換算下來大約是新台幣8兆7000億元，而且外界普遍認為實際支出還存在相當可觀的黑數，一邊是7800億，一邊是8兆7000億，這個對比不需要任何評論。當然，台灣手上也不是完全沒有牌，
明居正就指出過，台灣有4大價值：民主夥伴、經貿實力、戰略地位以及反共前哨。而在半導體這件事情上，即使台積電赴美設廠，台灣在整個先進製程生態系裡的地位在短期之內依然難以被取代。但這裡必須說一句可能不太中聽的話，龜頓能不能真的擋子彈，取決於一個前提，就是那個握着開關的人是不是還在乎經濟。如果有一天他更在乎的是別的東西，那麼這面盾就会在一瞬間失去重量。在收尾之前，我想講一件跟飞彈射程完全無關的事。與那國島上住着大約1700個人。2015年那座島上做過一次公投，結果顯示支持自衛隊進駐的人占多數。可是在近年的訪談裡，島民的意見開始出現分歧，有人認同強化防衛，也有人明確表示不支持所謂的台灣有事論。有一位當地居民對記者說過一段話，大意是那份撤離計劃太荒謬了，因為如果沖繩捲入戰爭，整個日本都會陷入危險。他說他只希望这筆經費能夠用在幫助島民和平生活的政策上。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愣了很久，因為那座島上的人跟我們之間隔着的只是110公里的海，他們看着同一片海，擔心着同一件事，也同樣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他們的島上有一個雷達站，有一座即將完工的地下避難所，還有一份寫得非常詳細的6天撤離時刻表。一份好的計劃往往是一個壞消息的證據。我們在台灣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發放全民安全指引，盤點物資，演練警報。只是我們常常一邊做，一邊在爭論到底該不該做。好，讓我們把所有的線收攏。明居正說第一顆飛彈必須打日本，這句話真正的意思其實從來就不是在預測彈着點，它是在提醒我們一件事：台海不是一條海峽，台海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從福建的飛彈陣地開始，穿過台灣本島，越過與那國島，一路連到嘉手納的跑道、橫須賀的碼頭、關島的機庫，最後接上華盛頓的決策桌。你動了系統裡的任何一個節點，整條線都會震動。正因為如此，9月24日的那場會面才顯得那麼重要。它不是一場飛彈的較量，它是一場關於預期的較量。北京想要的是讓華盛頓在不知不覺之間降低介入的意願，華盛頓想要的是讓北京相信介入一定會發生，而只要後者的答案在世界所有人的心裡都足夠清晰，那第一顆飛彈就永遠不必被發射出來。那麼9月24日那一天，我們具體該盯什麼？第一，盯那筆140億美元的軍售，它是繼續被凍着，被切成小塊分批放行，還是被靜悄悄地取消？這是最直接的溫度計。第二，盯會後發布的文件用了什麼字，有沒有出現不支持台獨這5個字，有沒有出現反對台獨這4個字。這2組詞在外交上差了10萬8千里，一個是不鼓勵，一個是站隊。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守在第一組，而北京一直想把它推向第2組。第三，盯白宮的事實清單裡有沒有台灣。5月那一次北京峰會之後，白宮公布的事實清單完全沒有提到台灣，是刻意留白還是刻意保護？這一次會不會不一樣？第四，盯會後川普接受採訪時的用詞。這幾年我們已經學到一件事，正式文件往往什麼都沒說，真正的訊息通常藏在專機上的那幾句隨口回答裡。第五，盯北京在會後的軍事動作。峰會結束後的2到3週，通常是最能看出實際共識的時間窗。如果談得好，海峽會很安靜；如果談崩了，東部戰區會很快讓你知道。下組這個東西很奇妙，它成功的時候什麼都不會發生，而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日子往往被我們稱為平凡。所以下一次，當你在下班的捷運上刷到又一則圍台軍演的推播，當你在深夜看到又一枚飛彈劃過太平洋的畫面，當你聽到那些關於哪一年會開打的爭論吵得天翻地覆的時候，也許可以換一個角度想想，真正決定結果的從來不是那顆飛彈往哪裡飛，而是在它被裝上發射架之前，這個世界有沒有讓那個按鈕的主人相信按下去的代價他付不起。而我們每一個人在這件事情上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位置的。你怎麼看待自己的社會？你怎麼判斷資訊的真偽？你在爭論裡選擇了什麼樣的立場？甚至你願不願意花一點時間把一件複雜的事情弄清楚？這些加總起來，
就是外界在評估台灣的時候看到的那個東西。它有一個名字，叫做意志，而意志恰恰是唯一無法用軍售清單去計算，也無法在任何一場峰會上被交易掉的東西。9月的那扇門就要推開了，門後面會發生什麼，我們暫時還不知道。歷史上大部分的關鍵時刻，在它發生的當下都顯得平淡無奇，只有在很多年以後回頭看，我們才會發現那一天原來是分水嶺。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當所有人都在盯着飞彈的時候，真正的戰場其實一直在我們的腦子裡。